岸田文雄说中日关系密不可分后又翻脸，24小时内中俄军演曝光罕见细节，日本或将有大的麻烦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近日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华发表了一番假惺惺的言论。据环球网援引日本每日新闻报道，岸田文雄公开表示，中日关系在原地踏步，但中国是日本的邻居，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因此中日关系密不可分。要说岸田文雄说这话还是含蓄了，当前中日关系哪里是原地踏步呢？简直是每况愈下，甚至一定程度上比中美关系还要糟糕。最为直接的例子就是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一事，岸田文雄内阁执意要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海中，但中国坚决反对，并且已经通过禁止进口日本部分地区的食品，加强日本水产品审查，对日本进行施压。而有意思的是，在岸田文雄发声的24小时以后，日本政府突然宣布从即日起实施外汇以及外国贸易法，将尖端半导体的23个品类追加为出口管制对象。按照法律规定，接下来除了美国、韩国等42个友好国家以及地区以外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进口这23个品类都需要经过日本政府许可。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，这一举动显然没有点名特定国家，但可以看得出这是在针对中国的，因为这样做等于抬高了日本尖端半导体对华出口的门槛，一边口口声声说中日关系密不可分，结果第二天配合美国政府的步调，暗地里加强了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。那么我们又把话说回来，面对日本政府的做法，我们中国该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其实我国反击早已经准备就绪。大家都清楚，近段时间中俄两国在日本海上举行了北部联合2023联合海上演习，几天前这场联合演习正式宣布圆满结束。然而根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公布的消息来看，有一处罕见的细节浮出了水面，那就是演习结束以后，中俄两国的海军编队并没有举行分航仪式，中国海军编队反而同俄军一起驶入了海参崴的港口。从这个细节来看，接下来中俄两军大概率还会有动作，有可能是举行海上联合巡航。一场北部联合2023联合海上演习就已经让日本国内上下震动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恐慌。如果再来一次中俄海上联合巡航，这些日本政客会是什么样的感想呢？又会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应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